中国宏观经济过去1个月出现了一些比较醒目的头条新闻，包括2005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社融增量转负，以及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增加到100%。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大体未变，制造业和出口强劲，推动经济增长，房地产市场非常疲软，价格下跌加速，家庭消费稳定。综合来看呢，实际 GDP 增长有望达到政府5%的全年目标。4月高通房地产政策的战略转变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自2015到18年棚户区改造项目以来，政府首次开始关注并解决库存积压问题。尽管这是一个令人期待的转变，也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我们谨慎地认为，迄今为止宣布的资金量远远不够，政策执行面临挑战，房地产基本面不太可能快速改变。我们认为政策转变可能是由万科的违约风险触发的，原因是新房销售疲软以及对房价急剧下跌导致同房地产市场蔓延到金融体系的担忧。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开发商现金流和房价是关键的观察参数。如果未来几个月没有明显的改善，那么政府可能会引入更多的宽松措施。虽然政策制定者已经认识到住房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供应过剩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正如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但对于中国大规模豪赌制造业，情况并非如此。在许多工业领域，生产急剧增加，而价格却在下降，这是供应过剩的迹象。尽管在一些行业中出现了一些早期的资本支出的控制迹象，但整体制造业的投资仍在强劲的增长。短期内，最近美国关税的增加不太可能削弱中国的出口。我们预计净出口对中国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将从2023年的负的 0.6% 增加到2024年正的 0.4%。然而，从中期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增加和全球贸易失衡的增长将会导致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这会反过来对中国经济造成压力。但在表象之下，这些醒目的头条新闻对近期增长的影响有限。若信贷数据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监管机构打击伪装成银行贷款的金融套利行为，这些行为从一开始就不支持实体经济。美国市场仅占中国2023年电动汽车总出口的1%，因此额外的关税不可能对中国市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目前家庭不愿意购买房产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悲观的价格预期，而不是抵押贷款利率或者首付要求。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在市场层面，我们的当前运行指标，一个衡量连续年化增长的专有指标，在4月份中国的跟踪值是 4%， 略高于我们对第二季度 3% 的环比年化实际 GDP 增长预测。由于去年第二季度的基数较低，在我们的基本预测中，我们预计年化实际的 GDP 增长在第二季度将会达到 5.4%。因此，政府的 5% 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仍易实现。不同行业在4月份的显著分化持续存在，工业生产、制造业和出口仍然是经济的亮点。与房地产市场活动密切相关的行业，如水泥生产，仍然非常疲弱。尽管住房市场严重低迷，但实际零售销售仍然稳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4月份零售销售同比增长放缓部分是因为劳动节假期的时间安排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它应该在5月会得到提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状况在4月份仍然疲弱。国家统计局70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指数显示，新房价格下跌加速。截止4月，房屋的开工和新房的销售分别比各自的峰值下降了 68% 和 47%。在2021到2023年许多民营开发商违约之后，围绕万科的负面新闻表明，即使国有开发商也可能面临资金流的问题。如果新房销售进一步下降，市场存在担忧，进一步的房价下跌可能会导致风险等房地产市场蔓延到金融体系。回顾过去，万科的风险和房地产市场向金融体系的潜在溢出效应，可能是触发新一轮宽松政策的催化剂。4月30日，高层表明了向消化现有房地产库存转变的战略，这是自2015到18年棚户区改造计划以来未曾使用过的策略。5月17号，人民银行宣布了一个3000亿人民币的再贷款计划，用于激发国有企业从开发商那里购买房产。除此之外，还包括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最低的首付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房价指数上涨了 20%。 无论如何计算，迄今为止提供的资金远远不足以应对问题。2023年新房销售总面积是10亿平方米，价值10万亿人民币。高盛的房地产股票团队估计，如果所有开发商的管道项目全部建成，他们将基于2023年新房的销售量增加10年的供应量。
即使我们只计算可销售项目，排除竞技和前期的在建项目，仍然会有超过2年的供应量。在这种情况之下，3000亿人民币看起来远远不够。除了资金问题，项目设计和政策的实施可能也具有挑战性。比如当地政府试图从市场购买房产时，无论是开发商的新公寓，还是当季置换计划当中的现有的房屋，那么为此类交易设计一个正确的价格很重要。如果价格定得太低，卖家将不愿意出售，从而降低购买计划的有效性。而以远基于市场价格购买库存的住房，也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负担，这反过来可能需要政府支持银行体系。相反，如果竞价定得太高，许多已经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将难以为交易筹集资金。更重要的是，高报价可能会诱导二级市场供应显著增加。考虑到中国大约有 3.5 亿套城市住房单位，一些调查表明中国的空置率约为 20%， 那么二级市场上空置的公寓的潜在影子供应量也很大。最近一批房地产宽松政策的有效性也取决于家庭行为，这可能与以前的周期大不相同。2014到15年的上一次的正大住房低迷期间，中国大约有 3.3 亿20岁到34岁的人群和每年1800万的出生人口。目前20岁到30岁的人群数量已降到 2.7 亿，那年出生人口已骤降至1000万。在住房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政策指导下，房产需求是由婚姻和生育等生活事件驱动的。过去10年中国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表明，任何给进的房地产宽松政策的效果在今天应该比10年前显著减小。最近的行业发展提供了关于政策制定和政策偏好的一些线索，对预售房屋交付保证的日益重视和将银行贷款白名单扩大到9350亿元人民币都表明，确保社会稳定是高层首要任务。政策公告的时间表明，限制对国有开发商的进一步蔓延和保护金融体系是优先事项。措施包括激发国企购买库存房产、更多的银行贷款，以及降低家庭的首付比例和抵押贷款利率，表明是家庭、银行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共同承担成本。这些措施相对于问题的规模，3000亿人民币的再贷款的配额，首付要求降低 5%， 以及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降低25个基点，表明目标是在房地产市场下方设置一个底线，防止尾部的风险发生，而不是促进增长或振兴房地产行业。尽管政府已经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潜在供应过剩问题，并调整了相应的政策，但中国大规模压住制造业并非如此。从月度数据波动翘出来看，比较2014到2019和2019到2024年的中国经济，出口是过去5年增长显著超过上一个5年的唯一领域。相比之下，国内需求增长大幅减弱，部分原因是因为疫情以及政府在教育、互联网和房地产行业的监管收紧。这种出口强劲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局面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变。在工业领域，几乎所有的行业都面临着产量上升和价格下跌的情况，这是供应过剩的迹象。以化工行业为例，该行业在4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2.3%， 而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了 5.4%。尽管价格下跌，化工行业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 17.8%， 表明仍在增加更多的生产能力。当国内需求疲软且产量持续增加时，出口将成为压力释放的阀门。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当中的主导份额和庞大的贸易顺差，可能已经让贸易伙伴感到不安。关于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讨论和行动都在增加。5月14号，拜登政府是提高了对中国钢铁、铝、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电池板、起重机和医疗产品的进口关税。5月16号，拜登政府宣布结束对中国在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越南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关税豁免。前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他当选，他将把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关税提高 60%， 并对中国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征收 200% 的关税。目前欧盟正在调查包括钢铁、木地板、医疗设备、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在内的各种中国商品，这可能会导致未来几个月关税增加。另外一个方面，这些措施在中国看来是西方的遏制战略和保护主义措施。尽管在一些行业中出现了一些资本支出控制的早期迹象，但中国整体制造业投资仍在强劲增长。短期内，尽管最近宣布了美国的关税，我们认为中国的出口可能会因为全球制造业周期的适度改善和极具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而保持强劲。
我们预计进出口对实际 GDP 增长的贡献将从2023年的负的 0.6% 上升到2024年正的 0.4%， 这是1个百分点的改善，并且是从上年到今年中国实际 GDP 增长变化最大的积极贡献者。相比之下，现在政府的重点已经从建设更多的社会保障房转移到去库存。我们预计房地产市场对 GDP 增长的贡献改善不大，因为后者并不直接增加 GDP。在高盛的基本预测当中，对房地产市场拖累实际 GDP 增长的估计，从2023年负的 1.4个百分点，略微收窄到2024年负的 1.2个百分点。然而，从中期来看，由于中国出口继续在海外获得市场份额，政策制定者继续鼓励国内的自力更生和进口替代。我们预计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全球贸易失衡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伙伴的反击可能会加剧。那高盛估计，如果特朗普当选并实施对中国商品增加 60% 的关税，那如果在不采取政策对称的情况下，可能会累计减少中国实际 GDP 2个百分点。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是高盛对中国中期增长前景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对于高盛这篇研究报告的一些看法。首先，在宏观经济层面可以说是水火未济。一方面，世系经济信贷萎缩带加剧，出现了2005年以来社融的首次负增长。同时，地产政策场宽松的政策带继续走宽，却始终围绕着高层房子是用来住的这样一个定位，逐渐清除退出关于购物房上车的一些形制类的限制性措施，不带过多的干预。价格方面依旧是让市场规律牵引着房地产行业逐渐回归到普通一般性行业。普通行业意味着供需来决定价格。至于市面上讨论最多的放甩新轮的棚改，目前来看各方面都不具备实施的可能。既然已决心将房子的竞价权交还给市场，那行至半途呢，就不会轻言就事一说。从共深一简的层面上来讲，一颗完成使命又烫手的棋子，唯有交还给市场，让市场来决定其走向，才能真正让对大公约数的利益各方无话可说，对与罚、赢与亏都消散在市场当中。市场方面，房地产行业过剩的市场趋势呢，可以说让开发商的资产减值严重，自然也加重了其风险外溢的担忧。关于风险如何分摊，是市场化出清还是部分市场化，本质上是一个利益的再分配的过程。主体时间处理机制是显化还是要转移风险，都会隐匿其中。极限就是金融系统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比如6月3号刚刚召开的国资委会议提到的退金令。那至于产农呢，分钱台金在前期的观察全球经济有什么应？这个视频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如果投资继续与 GDP 一样的副作来增长，那中国在全球 GDP 当中的份额上造成很大的冲击。